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奥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宗教。但是今天的话题又不同于传统的宗教，它没有像佛教那样的有很多的教规，也没有像道教那样的有属于自己的道观，更没有像基督教那样的有圣经这样的教义。但是它却传承了数千年，比所有的宗教都要早。有人说它是所有宗教的启蒙，是一切宗教哲学的根源，那就是萨满。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我的频道是专门讲历史上的奇闻趣事、未解之谜。如果你也喜欢这类的话题，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这样才不会错过以后更新的视频。一提到萨满，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这个我知道，这不就是东北的跳大神吗？如果你理解的萨满仅停留在跳大神上，那你就太肤浅了。因为满族的萨满教只不过是萨满文化千万分支中的一支，在朝鲜、韩国、芬兰、东西伯利亚都有萨满文化的踪迹。东北的萨满文化我们一会儿也会讲到。人类学专家在访查了世界各地的宗教信仰后发现，好多的宗教都有着相同的宇宙观，而这些相同的部分都是源于萨满文化。因为萨满文化比世界上其他的宗教组织都要早，我们现在所说的灵魂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源于萨满文化的。我们前几期讲的湘西巫蛊之术，他们的万物有灵的思想就是萨满文化最先提出来的。萨满文化信仰最早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并且遍布全世界，他们在当时就已经有了万物有灵的概念。后来传到世界各地，因为各地的文化不同，所以各地萨满的名称和表现形式都产生了差异，但是核心思想没有改变。萨满在古斯语的意思是巫师，他们仪式的目的是引神灵下凡，从而起到使神和凡人沟通的作用。这个把神和人建立起联系的人就是萨满。萨满充当人和神之间的使者，他们的宇宙观是将世界分成上中下三界。上界是天界，所有的神仙都住在天界，主要负责赐福。中界就是人间，凡人生活在中界。下界是地狱，灵魂和鬼怪都住在下界。这宇宙中的万物，世间的祸福，都是由上界的神和下界的鬼主宰。上界赐福，下界布祸，而萨满在人间沟通神鬼，负责沟通天地来祈福消灾，这就是萨满的世界观。萨满文化传到中国后，我们习惯把它称为巫。巫这个字也是由此而来的。巫字上面的一横代表天界，下面的一横代表下界，中间的人把两界联系起来，沟通神鬼，这就是巫师了。这也是巫字的由来。我们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其实也是基于他们这个三界的宇宙观。我们小时候看《西游记》，经常听孙悟空这么说：“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哼！他口中的三界就是人神鬼三界。可见我们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也受到了这个概念的影响。而这个概念不光在中国，而是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相同的。我们还有一些爱玩游戏的人，最先听到萨满可能是在游戏里。魔兽世界上有一个职业就是萨满祭司，是吧？这个游戏的人物就是基于萨满文化设计出来的。这个人物的设定是部落的精神领袖，可以与灵魂沟通，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在部落里是参谋，地位很高，而且还可以给别人治疗。这些都是曾经真实萨满文化被运用到这个角色上了。在古代医术不发达的时候，人们更多的依赖巫师来消灾，并且他们的地位很高，可以跟部落首领平起平坐，有的甚至比首领的地位还高，因为他们代表神。在我国的东北、蒙古，还有韩国、朝鲜、芬兰、伏尔加河以及东西伯利亚，都存在着相同的萨满文化，他们的世界观都一样，甚至有的表现形式都非常相同，比如衣服还有祭祀仪式用到的法器都很相似。在远古时期，各地还没有建立联系的时候，他们却能做到这些东西都惊人的相似，只能说明这些宗教有共同的起源。我们在这里主要聊一下传承到中国的萨满文化。中国的萨满主要分布在北方，
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中国人自古就喜欢分派别，是吧？信奉佛教的就搞一个少林派，信奉道教的就弄一个全真教。虽然萨满文化没有具体的教条还有教义，但是传到中国之后，还是以萨满信仰为基础，产生了2个宗教。最早的时候是西藏进化出来的本教，这是基于萨满信仰成立的宗教，比西藏的佛教还要早。在公元前1500年，西藏人从中亚引进了萨满信仰，从而形成原始本教。当时原始本教的巫师就是打着为民众祈福消灾，从而拥有了很多的信徒。不过由于后来西藏佛教的壮大，本教就逐渐消失了。另一个就是我国东北地区女真人建立的萨满教，这个被我们现代人称为马族萨满教。因为后来的清朝是马族人当了皇帝，所以萨满教知名度也就变得越来越高了。他们在清朝成了官方认证的巫师，不光民间有一些祭祀要找萨满巫师来做法事，就连皇宫里边也经常邀请萨满教去进行一些祈福消灾的活动。在故宫就有一个专门供萨满巫师使用的宫殿，叫坤宁宫。去故宫旅游的小伙伴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地方，据说这里是整个故宫阴气最重的宫殿。故宫有一条中轴线，把故宫分为外朝和内廷2个部分。内廷的中心有3个宫殿，分别是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这个乾清宫就是大臣上早朝的地方，坤宁宫能跟乾清宫并列，足以证明萨满教在当时的地位。据说这个坤宁宫也是住过人的，只不过在里面住过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的。像康熙的皇后赫舍里就住在这儿，活到了22岁就死了。明朝末年的周皇后也是住在这儿，李自成打进来了之后，她就在坤宁宫上吊自杀了。于是后来这里就专门供萨满巫师使用了。其实有关故宫里边还有很多邪门的事，因为在古代的宫里有太多见不得光的事了。我们就算不了解历史，在我们现在的电视剧中，我们也经常看到过，里边有无数个屈死的灵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以后可以单独出一期来讲一下故宫里边的怪事。那我们这里继续回到萨满。中国的萨满在清朝达到了巅峰，后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和科技的进步，萨满巫师也就逐渐消失了，直到现在都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但是在民间它又以另一种方式留存了下来。民间的出马仙被我们叫做跳大神。在马族的萨满教中，巫师通过载歌载舞的形式将灵魂引到自己的身上，这种形式就被我们称为跳大神，在东北叫做请仙。出马仙的意思就是请大仙出马的意思，这里的出马是动词而不是名词。在东北最常见的出马仙，用他们的话说是狐、黄、白、柳、灰，这5个都是动物。狐代表的是狐狸，黄是黄鼠狼，白是刺猬，柳是蛇，灰是老鼠。这就是东北传说中的5大仙。在东北请仙一般请的就是这5种。请仙的人通过一系列的操作，把这些成仙的动物的灵魂请到自己的身体里边，从而达到通灵的目的。一旦上身之后，你就可以问这个请仙的人问题了，这个人说出来的话就是那些大仙说出来的话，这就等于直接跟这个大仙沟通了。所以这个请仙人在中间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我们现在在恐怖电影里边看到的笔仙、碟仙都是以出马仙为背景创造出来的故事。萨满信仰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样的形式流传在现在，是因为东北地区从事出马仙的人确实可以赚到一些钱，有很多人都信奉这些，所以会有很多的人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想请当地的出马仙来给自己消灾。而这些出马仙一般都是身体不好的，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所以他们靠做出马仙来维持生计。他们的收费并不高，通常就是10几块钱起步，上不封顶。你想给10块钱也行，想给10万也行。这种的在我们现在看来就是封建迷信，但是这种封建迷信确实是基于萨满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就像现在湘西的巫术蛊术一样，你可以不相信，但是你要对这些流传下来的文化存在敬畏之心。因为观察一件事情要从多个维度出发，历史上无数的事件都跟这些宗教信仰有关。如果撇去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办法正确解答很多历史问题。还是那句话，在面对这些封建习俗的时候，要多多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故事。在你多了解了这个维度之后，在很多事情上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在这里，萨满信仰的话题我就分享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